近日，据日媒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即将离开亚太前往中东的美国里根号航母开展了军事演练。日媒称，此次演练是为了遏制中国海上扩张，剑指中国。事实上，美日同盟之间的各种军事演练已经十分频繁，时不时日本就要拉上美国军事演习一番，两国的军事演练早已成了常态化，一次常规的战术演练而已。日媒为什么要如此夸大？其实日本这就是在扯虎皮做大旗，日本心里很清楚，日本的军事实力比不上中国，如果他自己弄一场军事演习，根本不会有人重视，也不会引起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注意。但是一旦拉上美国，那就能吸引来不少的目光，日本也好扯着大旗，好满足其野心。不得不提的是，日本最近的动作实在有点过于频繁。近日就有日本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日本防卫费不应与 GDP 1% 比例挂钩，而应和保卫国家的标准挂钩，并表示日本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在增加，安保环境在恶化。很显然，日本说的就是中国，拿中国作为日本的野心膨胀的借口，这是日本官员常干的事儿。日本这些动作就是为了夸大威胁，好争取军费预算。一来，因为日本经济陷入滞涨，经济形势下行趋势明显。2020年日本 GDP 下滑幅度已超过2010年雷曼危机的下滑幅度，是日本战后的最大下滑。因此，日本如果想要增加军费，还按照原来的 GDP 1% 的限制，很难行得通，所以必须得突破限制，那就得有一个合理的可以向国内民众解释的理由。夸大和美国的军演，就是为了向民众表示，日本面对着军事威胁，必须得增加军费来保卫国家。而且日本是美国的盟友，美国遏制中国的情绪越来越强，趁着美国这场东风提出增加预算也会减少阻碍，毕竟日本很多事情，尤其是军事上的事儿，没有美国的点头是很难行得通的。之前日本就觉得光有日本和美国在中国海域这边唱二人转力度不够，其他国家都不愿意跟进，如法国、英国等也只是绕着路来演习，并不敢直接挑衅。此前日本首相为了拉菲律宾一起闹事儿，还向菲律宾提供二手装备等资助，但菲律宾看得很明白，装备和钱收下了，但是根本不愿意加入反华大合唱。最近更是直接下禁口令，禁止菲律宾有关官员在有关中国的事务上胡言乱语。日本不甘愿和美国演二人转，想搞反华大合唱，结果还是只有美国和日本在那里如跳梁小丑一样折腾。日本搞不了反华大合唱，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和中国作对并不会有什么好处，中国去哪里都是和平友好，互惠互助。反观日本，自己家的事儿都不能自己做主，选择哪边心里应该都有数。美国人想要在亚太向中国动手，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然而，如何拦截中国的远程打击网络，成为了美国人的心头大患。最近，美军尝试开启反导拦截测试，但美军一直被神化的宙斯盾却提前翻车，反导测试中居然拿了0分。据俄媒今日俄罗斯2T在当地时间5月30号的消息，在美国夏威夷西北海域，美军发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进行反导拦截测试，但美军舰载导弹防御系统宙斯盾在29号的拦截测试中出现重大问题，进而引发美军内部的激烈讨论。近日，俄罗斯还援引了美国导弹防御局对此事的介绍，在29号当天，美国海军观测人员正准备对宙斯盾系统的发现、追踪、打击、拦截体系进行数据记录。在雷达发现了一枚正在飞来的中程弹道导弹以后，宙斯盾系统进行了一轮起射，尝试进行拦截。然而尴尬的是，尽管做出了一轮起射的反应，但却无一命中。最终，这枚测试的中程弹道导弹成功命中目标。有观察人士指出，当今世界能够让美国人需要检测宙斯盾系统的国家可不多，又是在夏威夷海域进行宙斯盾的拦截，无疑是针对自己海军防御能力的测试。那么，想要针对谁，其实已经不言而喻。或许正是担心面对中国导弹，这才开启的反导拦截测试。事实上，作为美国海军防御体系中最核心的防御机制，宙斯盾可以说是美国航母打击群能够威慑全球的核心所在。如果缺少这种防御体系，美国庞大的航母在精确制导导弹的打击下将无法存活。这一次测试很明确地告诉了美国人，想要在亚太动手，美国海军舰队还无法活到进入自己的攻击范围。值得一提的是，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去年年底，美军在亚太的多个军事基地就向国会申请，要求升级当前的宙斯盾系统，认为当前的系统已经无法应对中国远程打击。只不过因为各军种间争夺军费，导致相关研发军费一拖再拖。如今这一次宙斯盾系统又在反导测试中拿0分，这两件事情联系一下就有些玩味。这到底是美国海军想要军费自导自演了一场0分戏码，还是宙斯盾真的能力不足，就有些见仁见智了。
美国最近这段时间频繁出招，屡屡对中国发出危险信号，越来越给人一种风雨欲来之感。如今美军再次出招，直接打算把手光明正大的伸向台岛，这是手痒了想剁爪子。近日，美国主力国防部长提名人公开叫嚣，美国应该强烈考虑派遣突击大队入驻台岛，并且帮助训练台岛游击队，以期对抗解放军的登岛行为。这话一落地，无疑是一时惊起千层浪，令人不禁想，美国这是打算光明正大插手台岛了？台海局势依然紧迫至此。此前，岛内士兵在推特上发言，暗指美军已经驻军台岛一事已然掀起一层浪。不过，因为有人刻意隐瞒，以至于这件事情终究只能是猜测，算不得是事实依据。但是，如今美高官这是亲口说要考虑在岛内部署美军一事，即使暂时还是提议，却必须知晓这件事儿一旦真正做到，那么中美之间必将形成冲突。当然，这件事儿如果只是一家之言，就只需警惕就是。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位助理国防部提名人虽然还不是正式的助理国防部长，但是却是拜登亲自提名的人选，就算不是心腹重臣，也必然是打手之一。所以这份宣言背后是否有拜登的影子，或许是不得而知。但万事考虑最坏的一面来说，美国最近的种种动向无疑是表明中美之间的摊牌架势已经要近了。美军抓住台海这张牌已经用了数十年，如今在这一次一次的试探中，美军已经不耐烦了，一味试探不能阻止中国发展，根本不能达到美军的目的。所以近段时间，美国终于开始向中国全面进行围攻，如今插手台海只是第一步。而对于这件事儿，国内大部分人士已经在频频要求强硬动作，要么直接吓退美国，要么直接收回台岛。各个专家也纷纷开始表态，就比如胡锡进再次提出扩充核武器的数量，直接让美国想到要对阵中国就瑟瑟发抖。而对于台海地区，金灿荣则直言，台海试探该结束了，而且与其被动解决，不如主动解决。直接设立明确红线，一旦岛内或美军冒头，就直接狠狠打，打到他们怕了。这话说的确实很对。从最近的局势来看，中美之间的摊牌已经是近在眼前了。在没有实力比之美国还略有不足的时候，核武才是中国最有力的武器。毕竟就在这几天，美国研究的宙斯盾系统宣告失败，虽然是失败的例子，但是这个系统针对的很明显就是中国的东风21等弹道导弹，所以中国已然到了不得不防的时候了。说起风洞，大家也一定不会陌生。风洞顾名思义就是风洞实验室，在现代技术中，其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其中最显著的应用就是飞行器研制测试。我们知道，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陆战为王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制空权和制海权。毫不夸张地说，在现代战争中，谁掌握了制空权，谁就赢得了战争的先机。那么风洞在这之中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自然对于这一领域也是高度重视。据南华早报最新报道称，日前中国科兴院理研究所研究员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透露了 JF-22 的最新消息。其表示 JF-22 风洞能够在30倍音速下模拟达10公里的秒速飞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音速是340米每秒，30倍音速也即10200米每秒，这一速度也直接逼近宇宙第二速度，可想而知这一速度之快。可想而知，在这样的风洞测试下的武器，其性能该有多先进。中科院研究员表示，这一风洞结合目前中国现有的技术装备，将使得中国在这一领域至少领先西方20-30年。可以预见的是，这一风洞将再次助力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我们知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在武器领域也是如此。现如今，高超音速武器就是号称可以改变现有战争形势的武器之一。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防空系统可以拦截这种高超音速武器。这也直接说明，只要谁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抢占了先机，谁就能够建立起绝对的军事优势。毕竟拦截不了，就意味着只能被动挨打。目前在这一领域，中俄走在世界前列，美国在这一领域虽然起步早，但是却赶了个晚集。而随着 JF-22 风洞再次发力，中美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看到这里，不由得想起美国专家所说的美国追赶中国尾巴的领域又多了一个。在中国武器技术快速发展的时候，美国专家大卫·格德曼就称，美国在追赶中国。不难发现，美国一家独大，令世界难以望其项背的日子正在慢慢远去。进入到21世纪后，中国的强势崛起正在慢慢扭转这一局势。美军处处领先的地位已经受到极大的挑战，而随着中国技术的发展，未来美国赶超中国的现象只会越来越多，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